妻子因一个举动惨遭丈夫的暴打，婆婆为何一味纵容儿子的这种暴行？在这一期的爱情保卫战中，儿媳妇的母亲一上来就直接控诉男方家庭对自己女儿的暴行。我女儿不会来打你，我告诉你，你支持她打我的女儿，当时打了我女儿，这笔脸都是整的，眼睛都是整的，耳朵还嗡嗡长起来，嘴角都出血了。你现在搞我！家暴只有0次和数次，先不说复婚不复婚，家暴就是怎么都不对。男方一听到这话，立马开始为自己开脱。那个时候我也是一时冲动，一时冲动不是家暴的理由。丈母娘的做法太对了，婚都离了，现在作为过错方还妄想用孩子来作为借口复婚。主持人看到一上场就吵得不可开交的双方，问了个问题来压制双方的怒火。这个你们结婚多少年离的婚啊？3年。离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？你自己还没等丈夫开口，丈母娘抢先就说出了离婚原因，为的就是防止丈夫狡辩家暴的事实。说说吧。他就是打我女儿，我最看不惯就是这一点。那你女儿也不对呀，哪有当老人的呢？摔碗子打碗的，不对的。尊老人都是起码的，做媳妇的，那也不该在我跟前摔碗砸碟子的嘛，那就应该他就是对的了。虐待他呀！这婆婆简直就是倒打一耙，家暴还有理由了？别人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，嫁到你们家是让你们打她的吗？之后丈母郎又说一件令人气愤的事情：人家的女儿坐月子越坐越胖，我的女儿越坐越瘦。到医院去检查，还说什么营养不良？你说我送的这些营养品，什么鸡呀、蛋奶、鱼肉，哪有这样？一些还有燕窝，我都送到他家去了。吃再多也不会胖。没有，这些都其实都给小玉吃了，她平时吃的比我还多，比你还多。跟一个刚生完孩子的女人比，这话也能说得出口。丈母娘说自己女儿怀孕生孩子的时候，自己经常送土鸡蛋营养品，可是婆婆却不给自己的女儿吃，给她女儿吃的都是破壳鸡蛋，也就是烂鸡蛋。听到这种控诉，婆婆解释了自己给儿媳妇吃烂鸡蛋的原因。不可能的事，主持人根本不是这回事啊！因为勤俭之家嘛，有时超市里面蛋有点裂缝了是吧？买回家那也不一定是给我媳妇吃，我们大家都吃，我儿子也吃，我们全家都吃。勤俭持家也不是这样勤的吧？不管是给谁吃都不对吧？然后丈母娘说孙子待在他们家，因为营养不均衡生病了。到医院里去，那个小孩也有这个什么细菌性感染呐我女儿的也是拉肚子啊，那是没有吗？为什么原因呢？这个你真的误会了。你像小孩的话，他是这么大，正是活泼的时候。你就是这样，和你妈妈就是一个鼻孔出气。他说我儿子比我一个鼻孔出气，两个鼻。本来就是男方家庭的不对，到头来却在节目上一起欺负女方的妈妈，一面之词的是你们才对。更加过分的是，婆婆还在儿媳妇洗衣拖地的时候处处刁难。拖地板，他就说你这也没拖得好，那也没拖得好。我没让他又来一遍，是我自己又来一遍，他没拖干净，我自己。主持人不是这样的，确实没做。这话说的怎么感觉男方家庭成了受害者，女方家里却在这里胡搅蛮缠？你们真的是会推卸责任？家暴的是你儿子，你不反对，反倒还在不停的为自己开脱，真的是无话可说。对于这样的男方家庭，你们觉得还有复婚的必要吗？家暴究竟值不值得被原谅吗？男方家庭对自己的儿媳处处刁难，并且丈夫还家暴儿媳妇，但是更过分的还在后面呢。我女儿生完小孩以后坐月子，11月份洗澡，怎么变了凉水了？原来她这个婆婆把那个热水把它掐了。11月份的天气是多么的冷，何况你们还是住在北方，可想而知没了热水洗澡会是多么的刺骨。接下来婆婆说的话我真的是无法理解。这又是不讲道理了，洗澡本来也不用这么长时间，1个小时40分钟这么长时间，媳妇到我们家来了，水费、电费、煤气费什么都涨，这也是教育她节约。你们竟然觉得儿媳妇嫁到你们家是浪费钱浪费资源，那为什么还要闹到节目上来复婚呢？真是搞不懂。听到这话的主持人都坐不住了。要是你的儿子洗1个小时，你会掐吗？会掐，真的会掐。他在这里肯定会这么说，没有这么好的条件，不能你看这么冷的天气，我女儿洗澡就趁凉水，生小孩还没多久，你说这样合理吗？我看未必会掐，都是嘴上说的好。眼看着丈母娘越来越激动，主持人觉得这样吵下去毫无结果，就问了丈夫一个问题：复婚之后还跟爸妈住在一起吗？目前是我妈一个人，因为父亲很早过世了。还要跟妈妈住在一起吗？那肯定是要住在一起的。找到了婆媳矛盾解决不了的原因，事事都听妈妈的，不是说听妈妈的话不对，人得有自己的主见。凡是听妈妈的话，什么时候才是个头？主持人又问到他们离婚的根本原因。离婚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？他打了他。为什么要向老婆动手？因为他在我跟前当时我在看电视，然后听到小玉跟我母亲争吵过后就有很严重的那个摔碟的声音。咱们做小的也只能心平气和的说，对不对？你摔碟子摔碗顺怎么回事？所以我当时很气愤的过去就给了一巴掌，心平气和的打了你老婆。摔碗摔碟子是不对，
但是也没有必要去动手打他吧，就当我以为只是打了一巴掌这么简单的时候，丈母娘开口了。他不是打了一下的问题，他那是之前打过一次，后来打就是把他这边的脸都打肿了，到医院去，医院都说打的红症，都有那个证明。这就是你说的只打来了一巴掌，真是会为自己解释。主持人又问丈夫平时对自己的老婆好吗？还行，对老婆都只能用还行来形容了。想象不到你的老婆在你们家生活是多么的难，就连丈夫的工资卡也要交给婆婆。现在她的工资卡都在她妈妈身上。怀孕就是生了小孩以后嘛，身材比以前不同嘛，她就怎么就说妈妈我想去买一件衣服，她就给脸色给她看，就说不是那你穿我的。怀孕穿的衣服能跟平时的相提并论吗？还穿你妈妈的衣服，这种事也能这么淡定的说出来？主持人听到这问了一句话：如果他们复婚了，工资卡能还回去给他们小两口吗？那我为了我孙子，我会给。看懂了，到头来想要的只是你的孙子，何必这么大费周章的来求复婚呢？最后主持人把儿媳请上了台，儿媳妇一开口就能感觉到她平时的委屈。在这样的家庭我真过不下去，我觉得特委屈。我在他们家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他离婚不就因为他打我吗？啊，其实当时我根本就不是故意摔碟子。那个我打你，后来也挺后悔的，真的。闺女，她也赔你道歉了，打你本来是不应该。我告诉你，你当初打他的时候，这边脸肿的时候，我真的想冲到你家把你脸打坏。道歉就一定能获得原谅吗？很多事情都不是一句对不起可以解决的。女方的母亲太伟大了，真的是为母则刚。儿媳妇解释自己当时为什么会当着婆婆的面摔碗。主要是我儿子他不是拉肚子拉几天嘛，我就到医院去，就医生就跟我说是细菌感染，我马上就想到肯定是他妈给他吃那个破壳鸡蛋引起的，我就跟他妈去说吧，然后不小心把那个碟碰到地上了就摔碎了，他冲起来就打我一个嘴巴，在我这边脸都肿了。我不可能给我孙子吃破壳鸡蛋，丫头。前面还说了破壳鸡蛋全家人都会吃，到这就变成不会给孙子吃了，自己前后说的话都对不上。主持人问夫妻俩离婚最主要的矛盾是跟丈夫的还是跟婆婆的？主要是他打我不止一回了，不止一次家暴。这种男生为什么好意思说复婚的？就在我觉得他们肯定是没希望复婚了。儿媳妇的选择真的是让我大跌眼镜。家暴究竟值不值得被原谅吗？眼前这个男的对自己的老婆不止一次实施家暴行为，还恬不知耻的说是老婆小题大做。好吧，真的是有时候没事找事。你说我妈对你那么都知道，但是你就觉得是我在无理取闹。有时候确实有点小题大做了。有时候真的只能说眼见不一定为实。你妈妈对儿媳妇怎么样，只有她自己知道。儿媳妇又说自己刚生完孩子的时候，婆婆给自己做的饭都是不新鲜的。吃饭吧，她出去工作了，我就和她妈两个人就从来没在家里弄过一天的新鲜的菜，每次都得等她回来我们才能做新鲜菜。主持人实在听不下去他们这些家庭矛盾了，直接问夫妻双方最主要的问题。新鲜菜的话题过去，真想复婚吗？真想。你是真的不想复婚吗，姑娘？不跟他复婚，不想复婚也可以，孙子我要。没嘛。婚姻过错方怎么好意思说出要孩子这种话的？简而言之，就是你们只要孙子，儿媳妇来不来无所谓，这才是你们上节目复婚的真实目的吧？家庭调解师涂磊说话了：做主人的就是老妈，所以你们只是客人，只是成员，就做好做成员的本分，就听话。领导者就应该做好领导者的本分，其他的都是成员和客人，客人也应该做好客人的本分。这话听起来感觉不像一家人，更像家庭保姆和雇主。德高望重您是具备的，但德高望重者要处事公允，你做到了？你没有做到，你明显是亲儿子的。一语道破了婆婆的根本问题。德高望重怎么听着像是在反讽婆婆？婆媳之间，丈母娘与女婿之间，一定要做到2句话：视如己出的关爱，相敬如宾的对待。就是你的儿子是儿子，人家的女儿也是10月怀胎怀出来的，凭什么你说啊我的儿子我一手拉扯大的？人家虽然是2个人拉扯大的，那也是身上掉下来的肉。涂磊的这一席话真的很在理，但是他为男方开脱的时候，我属实有点理解不了。而这个丈母娘也是一样，你的女儿是女儿，人家的儿子也是儿子。想想看吧，你大概是永远这辈子都无法体会一个寡妇带一个孩子的艰辛的，那种精神上承担的压力，以至于生活当中承担的压力。这个也不能作为为难儿媳家暴老婆的理由吧？之后涂磊更是直言说丈夫在这段婚姻关系中做法不对。好的丈夫是2头瞒，蠢的丈夫才2头传。啊，这儿的事儿马上传那儿去了，那事儿马上传到这儿去了。你的传声筒做的不错。
说的真好，好好的维系婚姻才是丈夫该做的。道理是这样的道理，但是他们夫妻之间最根本的问题，不应该是家暴吗？为什么说到家庭和睦了，避重就轻的调解真的好吗？听到涂磊这样的调解，妻子最后动摇了，决定跟丈夫复婚，两人再破镜重圆，重新维系这一段破碎的婚姻。妻子这样的选择，我真的是理解不了。家暴不应该是零容忍吗？为什么几句话就原谅了呢？不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，作为旁观者的我们也无法做更多的评价。对于妻子复婚的选择，你们怎么看呢？